第14章黑潮。地球表面被海洋覆盖的部分估计为383255800平方公里，也就是说38亿公顷。这片液态物质包含22亿5000万立方英里，如果汇集起来，将形成一个直径60里格、重达310亿吨的球体。为了理解这个数字的概念，必须说明100亿相对于1000，就像1000相对于1一样，也就是说，一个100亿中包含的1000的数量与1000中包含的1的数量相同。那么，这片液态物质大约相当于地球上所有河流在4万年内倾泻的水量。在地质时代，水的时期接替了火的时期。起初，海洋覆盖了整个地球表面。后来，在滞留季，山峰逐渐显露，岛屿浮现，又在局部的洪水中消失，再次出现，彼此连接，形成了大陆。最终，陆地的地理位置固定下来，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固体从液体手中夺取了37657000平方英里，即129亿1600万公顷的土地。大陆的构造使得水域可以分为5个主要部分：北冰洋、南冰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太平洋从北到南，在2个极圈之间延伸；从西到东，在亚洲和美洲之间横跨145个经度。它是最平静的海洋，它的洋流宽阔而缓慢，潮差适中，降雨充沛。命运首先安排我在最奇特的境遇下去探索的正是这片海洋。教授，尼摩船长说，如果您愿意，请和我一起精确地确定我们的位置以及我们航程的起点。现在是差1刻12点，我准备上浮到水面。船长按了3下电铃，水泵开始从储水舱中排出水。压力计的指针通过不同的压力变化指示着鹦鹉螺号的上升运动，然后停了下来。我们到了，船长说。我走向通往平台的中央楼梯，我爬上金属台阶，通过敞开的舱口，来到了鹦鹉螺号的顶部。平台仅仅高出水面80厘米，鹦鹉螺号的船首和船尾呈现出那种纺锤形的构造，使其像一根长长的雪茄。我注意到它的金属板略微重叠，让人想起覆盖在大型陆地爬行动物身上的鳞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即使使用最好的望远镜，这艘船也总是被误认为是一种海洋动物。在平台的中央附近，小艇半嵌入船体，形成一个小小的凸起。在它的前面和后面矗立着2个高度不大的舱室，舱壁倾斜，部分由厚厚的透镜状玻璃封闭。一个供驾驶鹦鹉螺号的舵手使用，另一个则装着那盏照亮其航向的强力电灯。海面风平浪静，天空万里无云。这艘长长的船几乎感觉不到海洋的巨大涌动。一阵轻微的东风吹皱了海面，地平线没有一丝薄雾，非常适合进行观测。视野里什么也没有，没有暗礁，没有小岛，也不见亚伯拉罕·林肯号的踪影，只有一片荒凉的辽阔。尼摩船长手持6分仪，测量太阳的高度以确定纬度。他等了几分钟，直到太阳到达地平线。在观测时，他没有一丝肌肉颤动，那仪器在他手中纹丝不动，仿佛握在一只大理石手中一般。正午，他说：“教授，您请便。”我最后看了一眼日本码头附近略带黄色的海水，然后下到大客厅。在那里，船长确定了位置，并通过精密计时器计算了经度，又用之前观测的视角进行了校对。然后他对我说：“阿隆纳斯先生，我们现在位于西经137度15分。以哪个子午线为准？”我急忙问道，希望船长的回答或许能透露出他的国籍。我有几台精密计时器，
分别校准了巴黎、格林尼治和华盛顿的子午线，但为了向您表示敬意，我将使用巴黎的子午线。他的回答没有给我任何线索，我礼貌地鞠了一躬。船长继续说道：巴黎子午线以西137度15分经度，北纬30度8分，也就是说，距离日本海岸大约300英里。今天11月8日正午，我们开始水下探索之旅。愿上帝保佑我们，我回答道。现在，教授，船长补充道，您可以继续您的研究了。我已下令向东北方向航行，深度50米。在这些大比例尺地图上，您可以追踪我们的航线。客厅供您使用。现在，请允许我告退。尼摩船长告别后，我独自一人沉思着，思绪全都围绕着鹦鹉螺号的船长。我将来会知道这个声称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奇特男子的国籍吗？是什么引发了他对人类的憎恨？那种或许政策画着可怕复仇的憎恨。这个人是那些不为人知的智者之一，是孔塞伊所说的那些被轻视的天才之一，是一位现代的伽利略，还是像美国科学家莫里那样因政治革命而事业中断的科学家？我还无法断言。命运把我抛上了他的船，我的生命掌握在他手中，他冷淡却殷勤地接待了我，但我还没有握过他伸出的手，他也没有向我伸出手。我花了1个小时沉浸在这些思考中，试图解开这个深深吸引我的谜团。然后，我注意到桌上摊开的大幅世界地图，用手指点出了观测到的经纬度交汇点。海洋如同大陆一样，也有其河流，它们是特殊的洋流，可以通过温度和颜色来识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被称为墨西哥湾流。科学已经确定了地球上5条主要洋流的方向，1条在北大西洋，第2条在南大西洋，第3条在北太平洋，第4条在南太平洋，第5条在印度洋南部。甚至很可能，在过去，当里海和咸海与亚洲的各大湖泊相连，形成单一水域时，印度洋北部还存在第6条洋流。此刻，在地图上标示的那个点，正有一条这样的洋流，日本人称之为黑潮，即黑色的河流。它发源于孟加拉湾，在那里被热带垂直照射的阳光加热，穿过马六甲海峡，沿着亚洲海岸蜿蜒而行，然后在北太平洋转向阿留申群岛，裹挟着樟树干和其他土产。其温暖的海水呈现出纯净的靛蓝色，与周围的海浪形成鲜明对比。鹦鹉螺号即将航行的正是这条洋流。我用目光追随着它，看着它消失在浩瀚的太平洋中，感觉自己也被它一同卷走了。这时，内德兰德和孔塞伊出现在客厅门口。我的2位同伴被眼前积累的奇珍异宝惊得目瞪口呆。我们在哪里？加拿大人问道。在魁北克博物馆吗？如果先生允许的话，这里更像是索梅拉尔旅馆，孔塞伊回答道。我的朋友们，我回答着，示意他们进来。你们既不在加拿大，也不在法国，而是在鹦鹉螺号上，在海平面以下50米深处。如果先生这么说，那就不得不信了，孔塞伊回答道。不过，坦白说，这个客厅的设计足以让像我这样的弗拉芒人都大吃一惊。惊讶吧，我的朋友，好好观察，因为这里有足够你这样的分类学家研究的东西。我无需多言，这位好小伙子已经俯身在玻璃柜前，嘴里嘟囔着博物学家的行话。富足纲、俄罗科、宝贝鼠、马达加斯加宝贝螺种等等。与此同时，对贝类学不怎么感兴趣的内德兰德向我询问与尼摩船长的会面情况。
我是否知道了船长是谁？他要去哪里？要把我们带到多深的深渊？总之，他问了成千上万个问题，我一时也回答不上来。我把我所知道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所不知道的，都告诉了他，并反问他自己看到了什么，或听到了什么。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加拿大人回答道。我甚至没有看见船上的船员，难道他们也是电动的？电动的。凭良心说，看起来是这样。但是，阿隆纳斯先生，内德兰德执着于自己的想法问道：“您能告诉我船上有多少人吗？10个、20个、50个、100个？”我说不上来，内德。不过，听我的，暂时放弃夺取鹦鹉螺号或逃跑的念头。这艘船是现代工业的杰作，没能亲眼见到它，我会非常遗憾。很多人会接受我们现在的处境，哪怕只是为了能在这奇观中漫步一番。所以，保持冷静，让我们看看周围会发生什么。看，鱼叉手喊道，什么也看不见。在这座钢铁监狱里，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在盲目航行。内德兰德刚说完这句话，突然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明亮的天花板熄灭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的眼睛感到一阵剧痛，类似于从极度黑暗突然转到最强光线下所产生的感觉。我们都哑口无言，一动不动，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令人愉快的惊喜，还是令人不快的意外。似乎有人在操纵鹦鹉螺号两侧的舷窗。一切都完了，内德兰德说。水系重纲的命令，孔塞伊喃喃自语。突然，客厅两侧通过2个长方形的开口，亮起了灯光。在电光的照射下，海水清晰可见，2块玻璃隔板将我们与大海隔开。一想到这脆弱的墙壁可能会破裂，我就不寒而栗。但是坚固的铜制框架加固了它，赋予了它几乎无限的强度。在鹦鹉螺号周围1英里范围内，大海清晰可见，多么壮观的景象！什么样的笔墨才能描绘它？谁又能详细描述光线穿过透明海水的效果，以及光线在向海洋上下层传播时，其亮度的逐级递减？海水的透明度是众所周知的，人们知道它的清澈度超过了盐泉水。水中悬浮的矿物质和有机物质进一步增强了它的透明度。在海洋的某些区域，例如安德烈斯群岛，145米深的海水依然能清晰地看到沙质的海底，阳光似乎只能穿透到300米的深度。但是，在鹦鹉螺号航行经过的这片水域，电光是在波浪中产生的，这不再是发光的水，而是液态的光。如果接受埃伦伯格的假设，即相信海底存在灵光照明，那么大自然无疑为海洋生物保留了其最令人惊叹的奇观之一。我可以通过这千变万化的光影对此略窥一二。我的两侧各有一扇窗户，敞开着，通向那些未曾探索过的深渊。客厅的黑暗更突出了外部的明亮。我们凝视着，仿佛这纯净的玻璃就是一座巨大水族馆的玻璃墙。鹦鹉螺号似乎没有移动，这是因为我们缺乏参照物。然而，有时被船首分开的水线会以极快的速度从我们眼前掠过。我们惊叹不已，倚靠在玻璃窗前，谁也没有打破这份寂静。直到孔塞伊说道：“内德朋友，你之前想看，现在你看到了。”确实奇特，加拿大人说道。他忘记了愤怒和逃跑的计划，感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即使路途再遥远，我也会来看这场奇观。啊！我惊呼道，现在我理解这个人的生活了。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这个世界为他保留了最令人惊叹的奇迹。鱼呢？加拿大人观察到，我没看见它们。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内德？如果你不认识他们，孔塞伊回答道。什么？我，一个渔夫？内德兰德惊呼道。两位朋友为此争论起来，因为他们都非常了解鱼类，但了解的方式不同。大家都知道，鱼类构成了脊索动物们的第4和第5纲，它们被恰当的定义为通过鳃呼吸，并生活在水中的双循环冷血脊椎动物。它们分为2个截然不同的系列：硬骨鱼和软骨鱼，也就是说，那些脊柱由软骨椎骨组成的鱼。加拿大人或许知道这种区别，但孔塞伊知道的更多。既然现在他们已经是好朋友，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学识不如对方，于是他对他说：“内德，你是个捕鱼人，一个非常熟练的渔夫。你捕获了大量这些有趣的动物，但我敢打赌你不知道如何给它们分类。”是的，鱼叉手非常严肃地回答，它们分为能吃的鱼和不能吃的鱼。那是美食学的分类。但是，告诉我，你知道硬骨鱼和软骨鱼的区别吗？我想是的，孔塞伊。那么这2大类的再细分呢？恐怕我不知道。好吧，我的朋友，听着并记住，硬骨鱼细分为6个目。首先，棘鳍目，其上颌完整且可动，鳃呈梳状，此目包括15个科，或者说占已知鱼类的3/4，例如鲈鱼。相当美味，内德兰德回答道。其次，孔塞伊继续说道，腹鳍目，其腹鳍悬于腹部下方，胸鳍之后，不与脊椎骨相连。此目分为5个科，包括大部分淡水鱼，例如鲤鱼和狗鱼。呸！加拿大人轻蔑地叫道，淡水鱼。第三，孔塞伊说，喉鳍目，其腹鳍位于胸鳍之下，直接悬于脊椎骨。此目包括4个科，例如比目鱼、多宝鱼、鳞平、塔鱼等。太棒了！鱼叉手叫道，他坚持只从美食的角度看待鱼类。第四，孔塞伊继续说道，毫不气馁，无足目，身体细长，没有腹鳍，覆盖着厚实且常常黏滑的皮肤。此目只有1个科，例如鳗鱼和电鳗。一般般，内德兰德回答道。第五，海龙鱼目，它们的颌骨完整且活动自如，但鳃由沿着鳃弓成对排列的小鹰组成。这个目只有1个科，例如海马和龙鱼。差劲！鱼叉手反驳道。第六，也是最后一个，4齿臀目，其上颌骨与构成下颌的颌尖骨相连，其颚弓通过缝合与颅骨相接，从而使其无法移动。这个目没有真正的腹鳍，由2个科组成，例如4齿臀和翻车鱼。它们简直会玷污一口好锅，加拿大人叫道。你明白了吗，内德？博学的孔塞伊问道。一点也不明白，孔塞伊朋友，不过还是请继续吧，因为你说的很有趣。至于软骨鱼，孔塞伊毫不动摇地继续说道，它们只包括3个目。那再好不过了。首先，圆口纲，其颌骨和合成一个可移动的环，鳃通过许多孔洞开口，此目仅包括1个科，例如七鳃鳗。我喜欢，内德兰德回答道。其次，板鳃亚纲，其鳃与圆口纲相似，但下颌可以活动。这个目是其纲中最重要的，包括2个科，例如鳐鱼和鲨鱼。什么？内德兰德叫道，鳐鱼和鲨鱼在同一个目里？好吧，
孔赛伊朋友，为了鳐鱼着想，我劝你别把它们放在同一个缸里。第三，鲟形目，其鳃通过一个由鳃盖覆盖的单一裂缝开口，此目包括4个属，例如鲟鱼。啊，孔赛伊朋友，你把最好的留到了最后，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就这些吗？ Come 是的 ，Belgiera ka hatuenda seri sindo boinda ina shao so si ke sindagi, gedagi, kachuoyong shao si gedigi, she sindo boina shao so si gedigi, come shao so si ge, chui sindo boindagi, come shao si gedigi, come she sindo boina shao si ge, mai sindo boina shao si geindo boina shao si gedigi, gain gia 属种 ，como gia 属种 ，gedigi 共变。好吧，孔赛伊朋友，鱼插手说着，俯身向玻璃窗看看那些经过的变种。是的，是鱼。孔赛伊叫道，简直像在水族馆里一样。不冰脏哦，我回答道，因为水族馆不过是个笼子，而这些鱼像鸟儿一样自由。来吧，孔赛伊，告诉我它们叫什么名字。内德说。我可说不上来，那得问先生。的确，这个好小伙子虽是个执着的分类学家，却不是个博物学家。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分清金枪鱼和尖鱼。总之，与加拿大人恰恰相反，后者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出所有这些鱼的名字。一条鳞豚，我说。而且是一条中国鳞豚，内德兰德回答道。鳞豚属，硬皮鳞豚科，4齿豚目。孔赛伊喃喃自语。毫无疑问，内德和孔赛伊联手，会成为一位杰出的博物学家。加拿大人没有弄错，一群鳞豚，身体扁平，皮肤粗糙，背鳍上长有棘刺，在鹦鹉螺号周围嬉戏，摆动着尾巴两侧的4排尖刺。它们的皮肤再漂亮不过了，上面是灰色，下面是白色，金色的斑点在幽暗的水流中闪闪发光。在它们中间，鳐鱼像随风飘扬的旗帜一样摆动着。其中我欣喜地看到了中国黄鲷鱼，它的背部是黄色的，腹部是粉红色的，眼睛后面长着3根棘刺。这是一个稀有品种，其存在甚至在拉塞佩德时代都受到质疑。他从未亲眼见过它，只在一本日本版画册中看到过。2个小时里，一支水下大军护送着鹦鹉螺号，在他们的嬉戏和翻腾中，在他们竞相媲美的美丽、光彩和速度中，我分辨出了绿色的龙头鱼，长着2条黑色条纹的洋鱼，尾巴圆润白色，背部有紫色斑点的虾虎鱼，日本竹夹鱼，那是这些海域中令人赞叹的青鱼，身体蓝色，头部银色，闪闪发光的青干鱼，其名字不言而喻，长着蓝色和黄色鳍的带纹鲷，尾鳍上有一条黑色带子的黑带鲷，身上优雅地竖着6条带子的带纹裸胸扇。管口鱼，名副其实的海中长笛或海中玉鸟，有些长度可达1米。日本火蜥蜴、海鳗，6英尺长的海蛇，眼睛明亮而小，嘴巴很大，布满了锋利的牙齿，等等。我们的赞叹声不绝于耳，惊叹之情也丝毫未减。内德叫出鱼的名字，孔赛伊进行分类，而我则陶醉于它们动作的活泼和形态的美丽。我以前从未有机会在它们的自然环境中亲眼目睹这些活生生的动物。我不会列举所有从我们眼前掠过的来自日本海和中国海的鱼类品种，那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鱼群比鸟群还要密集，它们无疑是被明亮的电探照灯吸引过来的。突然，客厅亮了起来，钢制舷窗关闭了，迷人的景象消失了。我久久地沉醉其中，
直到注意到墙上挂着的仪器，罗盘指向东北偏北，压力计指示5个大气压，相当于50米的深度，电动计程仪显示速度为每小时15英里。我等着尼摩船长，但他没有出现。时钟指向5点。内德兰德和孔塞伊回到了他们的船舱，我也回到了我的房间。我发现晚餐已经准备好了，有海龟汤，是用最鲜美的玳瑁制成的，一条白肉，略带薄片的洋鱼，它的肝脏单独烹制，是一道美味佳肴。还有 Imperata 的鱼片，我觉得它的味道比鲑鱼还要好。我整个下午都在阅读、写作和思考，然后睡意袭来，我躺在海草床上沉沉睡去，而鹦鹉螺号则在黑潮的急流中飞速前进。